大家好，今天与各位分享一篇奥地利媒体标准报关于中国军火企业北方工业公司研制出新型作战无人机的报道。据说其性能大大超过同类美国产品。由于该报道涉及很多技术词汇，如果有翻译不到位的地方，请各位原谅。好，我们进入正题。中国新型作战无人机创下续航纪录。世界最大的军火制造商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游荡弹药无人机甚至超过了美国的竞争对手。配图说明，这家军火制造商在2023年迪拜航展上自豪地展示其最新研发成果。无人机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战争机器之一。在乌克兰战争中，每天造成伤亡的也主要是中国的神风特工队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背后大多是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英文简称 Norinco。该公司40多年前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成立，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制造商。上周，北方工业公司再次引起了人民的注意。该公司推出了一款航程极远的小型神风无人机，甚至将其美国竞争对手远远甩在了身后。这不仅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担忧，在空中滞留时间更长。新型无人机的最高时速预计可达144公里，电池的续航时间至少为105分钟，这将使无人机的航程达到约200公里。这种战争机器还能悬停，例如在飞向选定目标并试图摧毁它之前。几周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章，是通过南华早报刊登的，介绍了该无人机的参数。之前美国有同类产品，名叫弹簧刀600，最高时速为110公里，而且只能在空中停留40分钟。因此，中国新型无人机背后的研究团队为自己优于美国武器的技术指标感到自豪。此新型无人机也属于游荡弹药及无人机和导弹特性的结合。这种制导武器发射时没有特定目标，然后在目标区域上空长时间盘旋，直到指定目标并对其进行进攻。据专家称，中国这款武器的优点是飞行时间长，作战半径大，部署灵活，而且据研究人员称，具有多种穿透模式。此外，还可以消除与所使用的折叠式双叶螺旋桨无人机有关的低效率问题。研究人员没有透露这些低效是如何消除的，但无论如何，飞行时间得到了有效延长。廉价，尽管创下了这些新纪录，但研究人员仍称其成本很低。他们写道，这种无人机可以廉价生产，这是对美国国防部所谓的复制者计划的直接而有效的反击。该计划于2023年启动，旨在短时间内生产大量小型、低成本的无人驾驶系统及无人机，其目的是对抗中国在无人机领域日益增长的实力，以便在发生战争时更好地保护台湾。据五角大楼称，美方已投资9.9亿美元建造了1000架弹簧刀600型无人机。据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称，这些无人机将在未来2年内在台湾及其周边地区投入使用。这样做的目的是打掉中国的最大优势，即大量可用的作战无人机。现在看来，这一计划已被中国北方公司瓦解。战争风险，由于这些报道，台湾岛周边地区的局势很可能继续动荡不安。众所周知，中国认为台湾是一个叛逆的省份，应该与大陆统一，必要时动用武力。台湾军方最近报告称，几乎每天都能在台湾岛附近看到中国的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中国与美国在现代作战装备生产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这很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动荡。目前，北方工业一家公司就有2万多名员工，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多个生产基地。该网站不仅宣传越来越多的私营公司加入其供应链，还宣传新的研究项目，如测试发射弹药有效性的改装风洞。据说，人工智能的使用还确保了新型无人机的高效制造。最初，无人机只能在空中停留78分钟，这显然低于军方的预期。但经过人工智能优化后，飞行时间增加了1/3以上。
南华早报援引北方公司科研论文的话说，北方公司还生产枪支。据 Politico 网站2023年3月报道，该制造商生产的突击步枪据说也于2022年销往俄罗斯。乌克兰作为试验场，虽然台湾已有一段时间没有无人机真正执行过作战任务，但现在众所周知，乌克兰战争的双方都在使用中国和美国的无人机。就在几天前，2架神风特工队无人机摧毁了一家乌克兰医院，另一架无人机蓄意杀害了乌克兰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尽管中国的无人机主要用于俄罗斯一方，但中国的作战装备也越来越多地被部署到乌克兰一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早已认识到美国无人机故障多、价格高，但最近中国政府开始限制向欧洲出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其原因目前还在猜测之中。好的，朋友们，现在咱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吧。第一条评论：谁有这款无人机拼多多的链接吗？下一条评论：武器技术本身很吸引人，但参观这样的展会对我来说是超现实的。在那里，杀人机器就像冰箱一样被兜售。我们继续往下，200公里续航对付台湾足够了。看下条评论吧，可以在拼多多上下单吗？我们继续往下，中国外交官总是强调他们支持该地区的和平，而背后却在向双方出售武器，这也太美了吧。我们看下条评论，经验表明，西方制造商会对其武器的官方参数有所保留，而俄罗斯制造商则会大幅夸大。我很想知道中国在这方面的操作，但我怀疑它更有可能属于夸大一派。下一条评论，我甚至都不想知道美国已经或正在测试哪些公众都不知道的武器。德国知识点评，细心的网友肯定也发现了关于美国的负面评论，一般踩的人都比较多。这或许有2个原因：一，美国的宣传基金豢养了很多网军；第二，西方舔美的人众多，比竹子还着急呀。看下一条评论吧。当然了，中国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继续往下。我觉得人类令人作呕，我确信人类永远无法和平共处。上世纪90年代初，我对人类还抱有希望，但现在希望完全破灭了。下一条评论，世界和平的童话已经结束，可悲的是，我们造就了这些疯子，我们让他们帮我们制造设备和购买他们的天然气，他们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这种情况还在继续，俄罗斯可能受到制裁，但与中国和其他独裁国家的贸易却有增无减。残暴的统治者仍在获得我们的武器供应。我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错。看下条评论吧。我也有同感，俄罗斯正在重回苏联的老路上，并积极发动进攻。以色列和中东正陷入彻底的疯狂，中国正梦想着入侵台湾，而我们还有气候变化等问题需要解决，真的很不妙，很不幸呢。下条评论，有趣的是，乌克兰现在派出的无人机超过了1800公里，而不仅仅是200公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们继续往下。折叠式双叶螺旋桨，中国人现在发现了刚性3叶螺旋桨，这种螺旋桨的效率不如刚性2叶螺旋桨，但也许在中国人工智能的帮助下，他们会解决这个问题。你应该密切关注螺距和叶片尺寸，旋转方面也要准确，不能与螺距相反，否则会导致推力大大降低。但这方面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优化。增加航程的一个真正可能性是回收能量螺旋桨，它利用飞行产生的气流，以风力涡轮机的方式旋转，并通过发电机向系统供电。下条评论，乌克兰操控单人无人机，距离达1800公里，可以直捣莫斯科。本文说的是游荡弹药无人机，一种较新的武器类别。这些弹药由单个士兵从罐子中发射，独立进入目标区域，并四处游荡，寻找可以摧毁的目标。这些相对廉价的装置可以大量使用，例如在城市上空盘旋，让它来摧毁城市。
根据中国自己的数据，现在它的航程达到200公里，比美国的系统稍远，但武器更便宜。200公里则意味着多少分钟，这与距离关系不大。整个过程相对安静，因为它是电动的。我们看下条评论吧。天哪，中国人，我们应该无视他们。我在那里工作过很长段时间，我在街上买了一个伪装成手枪的打火机，把它放在行李箱里，他们马上把我叫出来 ，X 光机把我暴露了。当我向他们表明那只是一个打火机时，他们让我留着。换句话说，他们是完全正常的人，但中国那个政权并不正常，思维也不正常。他们习近平想要的更多，在所有问题上都要超越美国和俄罗斯，成为世界霸主。我们继续往下。北方工业公司开始时我看花了眼。顺便说一句，我们急需一个防空罩。下条评论，报道中提到这句：乌克兰战争双方都在使用中美无人机。于是这位网友说，这是没有双重标准的报道，非常感谢编辑。我们继续往下看吧。报道中说，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企业。这位网友说，真的吗？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有不同的数据，假新闻吗？我们顺着它的链接看看吧。可以看到，北方工业只排在第7位，前5位全是美国军火企业，第6名是英国的。有意思的是，美国波音公司武器生意也不好，你看下降了19%，而中国企业都有小幅成长。当然，这是2022年的数据，可能现在美国军火商赚翻了。下一条评论，北方工业公司是一家拥有令人感兴趣的产品的公司。1994年，美国海关人员对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北方工业枪支和保利科技的进口商实施了一次名为“龙火行动”的剿灭行动。7名官员在同意向卧底特工走私2000支中国制造的全自动 AK-47 步枪后被捕。卧底特工认为，这些官员可能与美国黑手党有关，至少有1名官员哈蒙德·库试图向卧底特工出售中国生产的坦克和火箭发射器。下条评论，请立即交付给乌克兰。现在美国踩了刹车，他们急需这种远程无人机。我们继续往下，中国更可能给俄罗斯供货。那继续往下吧。弹簧刀无人机于2011年投入使用，当然现在出现了性能数据更好的类似产品，这让每个人都感到震惊。这让我想起了有关俄罗斯坦克的故事。每次西方国家都对俄罗斯成功制造出比上代更好的坦克感到惊讶和震惊。下条评论，中国人以此在吹嘘。我相信美国人只是表现出虚伪的惊讶，而且他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款式。但为什么要告诉敌人呢？要么是威慑，要么是愚蠢。我不认为中国人愚蠢。最后一条评论，关于所谓中国神奇武器的报道越来越多，他们擅长搞宣传。好的，朋友们，咱们分享德语媒体报道中国新型军事无人机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见。